让我推荐过麦克风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对于人声用的麦克风，我几乎一律优先推荐电子管麦克。因为就我个人来说呢，电子管麦克风在人声、原声乐器上的表现确实有一种圆润、平滑、温暖的感觉，相对来说比较温柔、比较慢速的顺态，稍微被抹平一些的棱角和细节，都是电子管麦克风的特点。但是呢，往往电子管麦克风呢都比较贵，所以呢一直在 5K 这个价格区间呢，我一直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推荐，直到我试过了这个麦克 Loudon 的 LA320，我觉得这个价位终于有了一个不错的选项。大家好，我是 Alex。之前呢，我们介绍过 Loudon 的 LS208，一个我认为可以完美获得 SM7B 声音，但是噪音可以低很多的电容麦克风。此后呢，相信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关注这个来自于美国北加州的麦克风品牌，因为他们的产品确实在这几年呢也飞速的传播开，在海外市场是好评不断。而我们今天看到这支麦克风呢，虽然才不到 5K 的价格，我说的是人民币啊，但是呢，却是一个设计非常认真的出色的大振膜电子管麦克风。从外观上看呢，比较中规中矩，非常细长的形状，金属筒身并不重，所以呢，在各种摆位悬挂的时候呢，也相对容易很多。金属网的防喷罩，32毫米 Loudon 自己独立设计的拾音单元，在麦克风的两侧呢，可以看到120赫兹的低切和 12K 的高切，通过这两个控制，你可以获得截然不同的声音，从非常开放、非常现代的声音转变成一个比较复古、比较 vintage、比较老一些的声音。而这个细长的筒身内呢，是采用手工焊接的高解析度、低失真的电容器和电阻器，采用了 ECC83 的电子管以及复古风格的输出变压器。麦克风本身呢，配备了金属的防震支架，可以很有效的屏蔽支架可以传过来的任何的震动。那既然是电子管麦克风呢，也必然会配备自己的电源。好在这款麦克的电源呢，还算是比较小巧和便携。其他的一些基础的参数，120dB 的动态范围，负17 dBA 的底噪，小于200欧的输出阻抗。从整体看来呢，标准、简单、朴素，一个新型指向的电子管大振膜麦克风。它的频响曲线调教呢，更倾向于平衡，更倾向于温暖饱满，而没有很多那些为了讨喜而去故意提升高频或者是压低中低频等等的那些曲线。在我用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也确实能够从录出来的声音感觉到这一点，它的声音到后期的可塑性还是相当强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些声音。OK， 我们先来听一个湘琴弹唱，这个湘琴和人声都是用这个麦克风去录的。同时呢，我把湘琴增加了一点点的1176的压缩，然后人声增加了一些混响，我们听一下。I heard there was a secret chord David played to please the Lord, but you don't really care for music, do ya?It goes like this, the fourth, the fifth, the minor fall, and the major lift, the baffled king composing,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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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OK， 在这个地方呢，我的湘琴使用了高切，我直接把 12K 以上的声音切掉了。人声呢，直接就是开放的，没有做任何的调整。你听到的就是这个人声通过这个麦克风直接进前级、进声卡的声音，没有做任何其他的调整。我这个地方有一个 Q3， 我做了一点点这样的事情，低切。实际上我完全可以用麦克风上的低切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稍微调整一点点的中频和这个频段。我们来单独的听一下人声，没有任何效果的，也没有混响。I heard there was a secret chord David played to please the Lord, but you don't really care for music, do ya? 加上一点点均衡。 It goes like this, the fourth, the fifth, the minor fall, and the major lift, 混响。 the baffled king composing,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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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在我听起来，我觉得他对细节的抓的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有很多的嗓音啊，有很多的这种特别细腻的东西可以很好的捕捉进去，但是又没有那种特别钻的、特别 hype 的那种 hype 应该怎么说？特别夸张的高频。有很多的麦克试图去夸张高频，但是呢，
便宜的麦克或者是预算比较低的麦克和夸张的高频这两个东西不能放在一起。如果一个便宜的麦克试图去做出很多夸张的高频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声音会不好，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他们的本身品质或者是他们能够设计的短板。那我们再单独听一下吉他的。吉他呢，我只做了一些压缩，并且混进了50%的平行压缩，这两个压缩设计是一样的。非常非常暖的一个声音，尤其是因为我把高切去掉了。对。OK， 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个，在视频刚开篇的时候你听到的那个，我加了一些 shimmer 的效果，就是的效果，大家可以听一下 shimmer 和混响。没有混响的效果的。纯干声。这个地方我用的是完全开放的一个设置，没有用任何的滤波器。但是呢，我试图用后期的一个功能把它做出来。首先，第一个有很多的一个低切，这个低切可以用麦克风上的低切去做，然后呢，同时去让整个声音控制下来变得更薄一些。原来的。如果你在麦克上用了它的高切的话，声音会变成这个样子。特别裹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既然说到了它的高切和低切这个功能，我们来稍微的听一下，对比一下，看看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完全的干声，没有任何其他的处理。再听一下扫弦的。所以能听到它的那种声音，就是你慢慢可以去控制它，听起来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当你去弹一些非常非常高频多的一些乐器，尤其像吉他的，如果你用一个很软的拨片扫弦，恰那种感觉的话，它不会把你的高频完全去掉，它会把你的声音，让你整个声音稍微往后靠一点。所以呢，如果你录的是伴奏的吉他的话，往往你那个高频钻会抢人声或者抢其他的时候，你就可以用高切把它控制下来一点，往后做一些。所以它的高切并不像 LS208 那么的有侵略性，那个东西一切完了以后就直接变成 SM7B 了。特别适合人声讲话，特别适合军鼓啊之类的去屏蔽一些弹簧的声音。它的高切呢相对来说温柔一些，但是呢用起来也挺好用的。最后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我就不说对比的是什么麦克风了，我对比了一个固态电路的非常流行、非常常见又常用的一个麦克风，价格可能比它稍微贵1倍左右。所以呢，我就分段来播放，大家可以去对比。你能听得出来他们两个声音调教不太一样。再听一段。
固态电路的声音反而听起来更 scoop 一点。你如果熟悉这个麦克风的话，你知道这个麦克风大概应该知道是谁，但是它会稍微的 scoop 一点。LA320 呢，相对来说比较的平，但是整个声音听起来更平衡一些。当然了，各有所好，也各有各的用武之地。你不需要特别多的中频的题材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听到另外一个固态这个神秘的麦克风可能会更适合一些。但是 LA320 在这里面的表现，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呢，这是我们的试听。OK， 我们来总结一下。Loudon Audio 的 LA320 从整个听感上来说呢，跟它的频响曲线的标注非常的接近，后期的可塑性比较的强。相对来说，如果你没有用它的2个滤波器的话，它的声音比较的开放，比较的通透。当然，如果你一旦把两边掐住了，就像一个这样的形状一样，把你的声音盖住的时候，你可以得到一个很复古、很不错的一种缺少一点低频、缺少一点高频的声音。很多的时候，你如果想要那种特别 vintage、特别控制的声音，其实这是一个相当好的选择。我是一个严重的相信前期的人，前期的人，就是在你录音的时候 AD 转换之前，尽可能把事情都做好，能在前面做好的事情就不要留到后期。就好像我举了10000遍的例子，如果你想拍照的话，最好化好妆、打扮好，然后再去拍照，而不是后期各种 Photoshop。所以呢，这个麦克风的2个滤波器配合它的声音，确实可以给你很不错的一个变化。那对于这个品牌呢，我个人还是相当有好感的，或者是相当有信任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有一说一，一个在美国这个对声音设备认知度都非常高，群众基础非常好的一个市场，能够站住脚，能够推出产品，能够受到好评，确实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一般来说，我呢比较相信这些经过市场考验的品牌和产品。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希望今天的视频呢能够给你这个麦克风的一些介绍，以及你听到的试听。如果你需要一个电子管大振膜新型指向的麦克风，并且没有那么高的预算的话，这个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吧，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